好，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同学讲解一下有关于量化研究在使用上如何在初步的整理里面，你就可以先去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会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讲起。首先我们会先介绍一下有关于问卷的设计。所以各位同学，你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一份 Word 档的问卷。那 Word 档的问卷呢，它没有一个非常既定的格式但是大部分的问卷都会长得像这一副模样它主要就是会把你的研究主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研究主题其实不见得要把它写得这么明显那我现在是为了教学上的使用，所以我把这个研究的论文名称都写出来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是有关于企业声望认知、组织承诺与留职意愿的关系研究那如果是你真正要发放问卷的时候这个标题你可以写得比较模糊一点你可以写企业声望相关调查。那每一个变数名称你不见得要写得非常明确因为如果受试者他非常清楚你的论文题目或者是你的衡量变数，他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期许的反应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填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所以有关于这个标题呢，或许你可以去做一点比较保留的动作。好，那还有这红色的框框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客气的敬语你看这个敬爱的企业先进们或是亲爱的朋友们您好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有求于人，总是要表现出一些礼貌跟客套那这是不可或缺的。那这一些的用语呢我觉得应该各位同学不会太过于困难也不会太难理解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会琢磨太多但是每一份问卷呢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抬头。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问卷的题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基本资料。每一份问卷呢都会依照你的研究题目或需求去询问一些相关的基本资料。那这基本资料呢，有人认为要放在问卷的最前端，也有人认为要放在问卷的最末尾。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怎么说呢第一种就是说如果他个人基本资料先填答，如果他连个人基本的资料都愿意填答，那么他后面的题目应该就更没问题了。那第二种说法是你要把它放在最末尾因为如果你摆在前面的话，它会有一些警戒心会让他不太想要填你的问卷所以你应该用一些比较深入浅出的问题，先问了一些有关于你想要问的概念的态度或者是他的想法，让他最后在结尾的时候才去填基本资料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跟指导教授好好的讨论，再决定到底个人基本资料要放在哪里。好，那本段影片呢，你会看到的基本资料是放在开头的部分。这个人基本资料在统计学上面我们会称为人口统计变数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个人基本资料的部分，我们会称之为人口统计变数。那个人基本资料大家都不会太陌生不外乎就是问一些性别、年龄、学历、婚姻、工作状况等等的一些内容，它大部分是属于类别变数，或者我们称为名义变数那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资料看起来是不难理解不过这边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个人基本资料或者是人口统计变数上面，并不是要你做身家调查，而是要根据你的研究目的跟主题来询问你不需要问一些跟你研究主题无关的内容，因为个人基本资料是比较属于敏感性的资料，你询问的越多，那你的受试者的排斥感就会越大
为了避免你这个无效问卷的产生，在个人基本资料上面，你应该要就你的研究问题去询问，而不是身家调查越多越好。这个概念请各位同学有一个了解。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再看这个问卷的下方，这边的问卷呢就比较浅显易懂一些我们的论文想要研究怎么样的变数，这些变数我们可以透过文献去找到一些操作型定义。那这些概念可能在以前的学者或在文献上面已经有记载一些现成的量表，譬如说企业声望，那在我们以前的文献里，不管在中文或英文里面，或许你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这些题目呢，在你的论文里面你当然是需要说明，不过呢，在你的问卷里你可以只是秀出题目来，那就直接问你的受试者。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它尺度，所以你现在看到蓝色框框的地方，它是属于李克特量表的5点尺度。那5点尺度或者是7点尺度都是属于连续尺度，到底要用哪一种那你要跟你的指导教授做一个讨论。那基本上呢，受试者就是根据你的陈述句去写出他心中直觉的答案，所以每一个题目都会有每一个题目的得分每一个题目的得分。好，所以今天如果受试者他今天在回答第一题，他觉得他的同意程度是4分，他就会勾4。那第二题他如果觉得同意程度是3分，他就会选3。那第三题他如果觉得同意程度是5，那你就会把它圈起来。这边要用打勾或是用圈的，就是看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问卷的设计哪一种你比较习惯，或者是受试者本身哪一种他比较好填答而定。因为纸本毕竟只是一个工具，最后我们回收问卷之后还要进行电脑编码的动作。好，那我们再稍微讲解一下下面的内容。所以你看到第二个概念是组织承诺，是我们这本论文里面要研究探索的第二个 concept。所以有关于组织承诺，当然也有关于组织承诺的衡量变项。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文献要看得熟，那把这个题目呢放在问卷里面去对你的目标族群去实测，那这样子的话应该你就可以回收到不错的一个问卷。好，那我们把这个问卷拉到最后面，请你记得还是要有礼貌的表达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谢之意所以在这里呢你都要去写一些祝福别人的话或者是甚至你在发放问卷的时候，填答者要给予奖励因为做这个研究你需要很多的样本，那每一个样本它们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如果说你能够提供一些适时的奖励也许不用太昂贵只是说给他一些激励的机制，可以帮助你从受试者那边拿回来的问卷更加的有品质也比较容易是一个有效的问卷。好，那以上呢，这是有关于问卷的设计主要比较偏重在执行面的一个地方。那最后你回收的问卷可能有几十份几百份甚至上千份，那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再跟各位同学讲如何把纸本问卷key in 到我们的电脑软体中。好，谢谢。